哎，怎么了？气氛有点沉重啊，你们。娟，24小时守着河道，像巡逻队一样，不许其他人靠近，所以咱们根本没法获取水样和土样。要我说，拳头不硬就没有说话的话语权，咱们还是应该直接叫法警强制执行。哎，昨天的事儿已经上了新闻了，你要是再强制执行的话，那这事儿不就闹大了？是啊，要我说啊，这些媒体能够迅速地报道一些突发事件，让民众呢第一时间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是好事儿。可有的时候经常帮我们的倒忙啊。帮我们的倒忙。后头啊，厂长，你没事吧？哎呀，后头，让你受苦了哈。这两个该死的家伙居然这么不小心，把你伤成这样。这往后的日子，后头，你放心，厂里不会不管你的。这里给你准备了10万块钱，你先拿着治病，啊，先拿着。这往后的医药费、生活费，我们会一一给你送来的。不过，你可千万要记住，你受伤的原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你也知道，咱们厂子啊现在困难，这一旦让别人抓住了把柄，把厂子整垮了，这我以后的生活费啊可就没地方出了。厂长，你放心，打死我也不说。好。爹。娟，娟，好消息，监测报告出来了。说，虽然污水管道里面灌了大量的水泥，但是咱们的鉴定人员通过技术分离，还是提取到了含镉的残留，这证明里面确实存在过含镉的废水。含镉啊，土壤和地下水呢？都证实过了，也都含有镉。可是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啊？为什么？我跟陈叔认识了10几年了，他这个人的个性我很了解。像是鉴定土壤这事儿，他应该有反应，可是到现在也没有行动，我有点不踏实。怕什么呀？我们现在都已经铁证如山了，他还能翻天不成？也是。陈述。照你说的，大铁链子，拦腰切断。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报告审判长，庭审准备就绪，可以开庭。大家坐下。本庭再确认一下，第2被告，齐州市环保局，你们确定不聘请律师，由相关负责人副局长贺斌作为代理吗？是的，审判长。好。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本庭现审理的是原告齐州市江县马头村村民马根木、蒋招娣、马有火等35人诉被告齐州市江云化工总厂偷排废水，污染环境，致人身损害，及齐州市环保局作为政府部门监管不力，致人身损害发生的案件。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被告代理人。原告方江县马头村35位村民，世代居住于大江河上游的河谷地区，
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繁衍生息，安居乐业。但是就在10年前，江云化工总厂成立，这是一座为特殊金属和塑料工业生产特殊原材料的重污染企业。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污水处理。可是江云化工总厂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表面上建了排污车间，却闲置不用，而偷偷地埋藏污水管道，将含有重金属镉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排入大江河上游的地下水中，经年累月，致使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不仅如此，因为地下水的渗入，周边土壤同样受到了镉污染。只要在这样的土地上种庄稼，有害物质就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在此种情况下，10余年来，码头村的村民纷纷因为镉中毒而患骨病、肾衰竭、肺功能障碍等恶疾，造成严重的身体损伤，并为此承受着高昂的医疗费用。这不仅拖垮了他们的身体、家庭和心灵，甚至有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作为环境监管部门的蕲州市环保局，在多次收到村民举报之后，置若罔闻，不管不顾，存在明显的职务疏忽。因而根据事实情况，原告方要求被告江云化工总厂赔偿原告方每人100万元人民币，合计3500万元人民币整。第二被告蕲州市环保局赔偿原告方每人10万元人民币，合计350万元人民币整。起诉状宣读完毕。下面由第一被告江云化工总厂宣读答辩状。尊敬的审判长何义庭，原告代理人律师。江云化工总厂成立10年以来，一直是市里的环保标兵企业，年年通过市环保局的环评审核。可以说，它的污水处理是得到了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和认可的。江云化工总厂对于生产废水的处理其排放，是完全按照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进行的，这也有市环保局出具的环境鉴定意见书为证。所以，并不存在原告代理人提出的偷排偷放以致人身损伤的问题。对于原告方的诉讼，我方不予认可和接受。答辩状宣读完毕。下面由第二被告蕲州市环保局宣读答辩状。尊敬的审判长何义庭，原告代理人，蕲州市环保局作为地方环境监管职能部门，始终以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第一原则，恪守本职，对境内的生产企业严要求、重监督，绝不存在疏忽甚至是纵容的情况。所以，我方也不予认可原告方的诉讼请求，请合议庭明察秋毫，还环保局一个清白。答辩状宣读完毕，谢谢。原告代理人，请继续。请翻到起诉状的第10页。这是一份江云化工总厂的企业生产说明书。根据这份说明书证实了，该厂在进行某种化工原材料的生产加工的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就是重金属镉，而且是以废水的形式存在。如果不及时排放，就会对生产设备造成腐蚀影响，导致无法继续生产。请翻到下一页。这是一份由法院委托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书。根据这份意见书，证实了在码头村发现的那节废水管道、地下水和周边的土壤中，确实存在重金属镉，而且其浓度超过了国家标准的100倍，达到了每升0.5毫克。而且根据同位素测定法，开始污染的时间就是9年多前，也就是江云化工总厂开始生产不久之后。再请翻到第15页。金属镉进入人体对人体的侵害，短期则会导致对全身骨骼肌肉的损伤上，而长期
则会导致肾脏受累，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肾衰竭。再请翻到第17页，这里是医院出具的35份体检报告，每一份报告都清楚地确认了原告及35位码头村村民患有严重的肾衰竭，伴随骨骼畸形。这个报告的结论啊，就是重金属镉中毒导致的病变，由此可以证明码头村村民的患病与镉中毒密不可分。再请翻到最后一页，第20页，这里也是由第三方鉴定机构出具的对于江云化工总厂的排污设备的调查报告。令人吃惊的是啊，江云化工总厂有从德国进口的先进的排污设备，机器一旦运转，内部电脑就会自动记录下这些运转数据。而鉴定机构下载这些数据之后，发现这些设备竟然只运转过2次，运转时间加起来不超过20个小时，而其他时间全是关闭的。其主要的排污方式就是私埋地下管道，不经处理直接排污，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裸排放，其危害程度是最严重也是最令人发指的。原告代理人，请注意你的情绪还有言辞。好的，审判长。以上所有证据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封闭的证据链。江云化工总厂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就是重金属镉，接近10年前开始偷排，排污管道的尽头就是码头村，而码头村恰恰也是接近10年前受到镉污染，村民纷纷染病，染病的原因就是镉中毒。凡此种种足以证明江云化工总厂对码头村村民患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予以赔偿。而市环保局在连年的环评检测中，竟然没有发现这么重大的问题，存在不容置疑的监管失职，同样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原告方举证完毕，现在由被告方质证。第一被告代理人开始。合议庭，原告代理人，被告方承认。承认。被告方只是承认，关于码头村村民患病这件事儿是真实存在的。苏总，罗总最后的对策到底是什么？现在法院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就算我们再怎么掩盖，码头村周边地下水和土壤遭到污染的事实是肯定盖不住的，总会被查出来。所以，罗总的策略是让江云排污和村民患病之间扯不上任何的关系。不过这些证据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放心吧，苏总，我会解决的。只不过稍微要付出一点代价。被告方想提请合议庭注意，原告代理人提出的所谓的完整的证据链中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对于村民患病和江云排污这2件事情的关联进行了没有实证的推测。第一被告代理人，请你详细说明。原告代理人说，江云产生的污染主要是镉，这很对。他又说，在码头村的地下窑洞中发现的污水管道里发现了镉废水，村民是镉中毒，这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谁能证明那节污水管道是连接在江云化工总厂的排污车间，从而证明污水是从化工总厂排出来的。被告代理人，刚才原告方在举证的环节中已经说了，警方将微型摄像头放入露出的那节管道，让它顺着管道的方向追本溯源，然后通过微型摄像头发回的信号和拍摄的画面，绘制出了管道的路线图，证实了管道就是连着江云化工总厂排污车间的地下管道的阀门处。
好，根据警方的这份报告，它证明了所谓的污水管道是连接在化工厂地下的内部管道上，且中间有一道阀门阻拦，是不是？是的。那你们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这些阀门曾经打开过，曾经有废水通过打开的阀门流入到所谓的污水管道里？审判长，看来原告方并没有证明，被告方想申请一份新的证据提交给法庭。被告代理人，你说的证据是以什么形式、什么内容？跟本庭审理的此案有什么关联？是一组照片，其中的内容可以充分的证明，所谓的污水管道的尽头的确连接着那个阀门，而更上端，则是排污车间厚厚的水泥地板，上面根本没有再连接任何管道。至于为什么有那么一节管道埋在地下，又连接在江云排污车间的水泥地板下，那就不得而知了。或许是以前修防空洞留下来的通风管道，但这绝对与江云没有任何关系。被告代理人，这组新证据是否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是的。是否庭前会议之前就已经获得？是的。为什么不在庭前会议之前，或者是在庭前会议之中交给法院，进行证据的排除程序？审判长，被告方现在不想用任何编造的理由来进行搪塞，只诚实的回答审判长的询问。我方就是想现在对原告方进行证据突袭。原告代理人对被告代理人出示的这个证据有什么意见要发表吗？被告代理人提交新的证据超过了举证期限，属于逾期举证，法庭应当依法拒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2条第1款之规定，当事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逾期提供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但是这组证据与案件的事实有关，最高法院解释中也有说过，只要证据与案件的基本事实有关，人民法院应当采纳。原告代理人，你对此有何异议？反对采纳。原告代理人，进一步说明你反对的理由。既然原告代理人没有反对的理由，只能严格按照最高法的解释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2条第1款之规定，法庭决定依法采纳被告代理人提供的新证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第115条第1款之规定，被告代理人必须因为自己的主观故意违法行为接受法庭的罚款和训诫。第一被告代理人，你听清楚了吗？审判长，这组新的证据对我的当事人十分重要，被告代理人愿意接受法庭给予的处罚，并在此向法庭表示深深的歉意。鉴于被告代理人无正当理由当庭提交部分逾期证据的行为，违反了法庭指定的举证期限，应当予以严肃制裁，决定对被告代理人个人处以2000元人民币的罚款，责令其3个月期限内不得担任本案以外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并建议齐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对被告代理人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法庭正式的处罚决定书在休庭后将送达被告代理人。被告代理人，你是否听清楚了？被告代理人，哦，你是否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被告代理人完全接受。审判长，我想请大家仔细看这组照片证据。好，指定法警将照片呈上。请大家仔细看这组证据照片。这些照片啊，清清楚楚地表明，所谓的污水管道其实是断头管道，它只是被埋在了土里，并没有连接到任何地方。对的，对的，对的。我们环保局在对江源化工厂勘查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发现有任何排污管道经厂房连接到车间，再插到地下，没有。从来没有。合议庭，原告代理人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他们用微型摄像机证明了污水管道连接在化工厂的地板下面，却没有进一步的去求证这些管道是否和生产设备相连通，从而进行排污的。在事实和证据之间隔着一块水泥板，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好，就算如此。但是在发现的那节污水管道里面，确实检测出了重金属铬。那么按你的说法，这个管道是断头管道，而且是以前留下来的管道，但是里面的废水是哪儿来的？废水里边的金属铬是哪儿来的？你不会说是以前留下来的吧？所谓谁主张谁举证，你能证明污水管道里的废水就是江云排污车间的废水吗？你能证明江云曾经向地板下面的管道灌入过废水吗？又是如何灌入的？你有证据吗？根据现实情况，可以推测。合议庭，我想提醒你们注意，刚才原告代理人说了，只是推测。好的，原告方，请合议庭注意，被告方坚持这些管道和管道里的废水跟他们无关。那么请问你们生产的废水哪儿去了？合议庭，如果被告方不能给出他们废水处理的合理解释，那么地下管道则是唯一解释。被告方必须说明这个问题。好的，审判长。原告方出具的第三方鉴定机构的调查报告认定，被告方的污水处理设备未曾使用的依据是机器自动记录的运转数据，但被告方这里也有一份报告，证明机器的数据是因为被告方的技术人员操作失误而人为重置的，所以才出现了仅只使用了20个小时的荒谬结论。其实机器是在一直正常运转的，因为该名技术人员直到昨天才回到国内，被告代理人才拿到相关的调查报告，所以这也不算逾期提交证据。指定法警呈上证据。被告代理人，你说的这名技术人员是否可以到庭作证？可以。传证人到庭。我想提醒合议庭注意，虽然刚才证人证明了被告方并没有存在偷排偷放的问题，但这并非是本案的诉讼核心。本案不是要判定被告方是否触犯了环境污染法，而是要判定被告方是否对码头村的村民负有民事赔偿责任。在这点上，被告方认为码头村村民的人身损害与被告方没有任何关系，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代理人
你对新出现的证据还有证人有什么意见？审判长，现在被告代理人提交了很多新的证据，原告方必须确认这些证据的真实性，请求法庭延期审理。同意，本案将延期审理。休庭。可恶！竟然就没有人想到要去查一下管道的源头。陈叔还是这么狡猾。不是他狡猾，是这个原告代理人啊，疏忽大意。齐远，对于那个突然就出现的技术人员，他说的话我一点都不相信。说什么由于操作失误导致的重置，这也太假了吧！可是对于机器的数据，被告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咱可不能意气用事啊。我知道，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呢，的确不能铁板钉钉说这个污水管道里的水呢，就是从江云化工厂车间里排出来的。难道就没有可能是江云化工厂他们连夜把管道给拆了，做了伪证？有可能。那你得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可能啊！现在刑事罪检察院不起诉，民事赔偿又证据不足，难道我们真的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那些可怜的村民，他们应该怎么办呢？小马，你的心情啊，我能理解啊，但是啊，你是个法官。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你可以同情他，但是在庭上，咱们是要讲证据的，能不能行呢？还得看下次开庭啊，这个原告代理方，啊，能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戴什么墨镜啊你？这不是怕被人看见吗？房间里边戴墨镜，这欲盖弥彰啊！这是。你说的对，有的人他就是欲盖弥彰。别跟我打什么哑谜啊，没这心情。那，看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我前2天盯梢化工厂的时候拍的，我怀疑他们对管道动手脚。果不其然。你的意思是？这些管道是他们故意拆除的，原本这个管道是连着排污车间的其他管道。当然。愿意出庭作证吗？不愿意。为什么？你忘了，我还在体制内，我仅仅就是一个环保局监察大队的大队长。我出庭作证就暴露了，那我以后怎么办？我老婆孩子他们怎么办？我说了，我只能暗中相帮。如果一旦牵扯到现实中的利益，那我只能缩回脑袋。现在这样了，你还只考虑自己？舍己为人是美德，但考虑自保也不是缺的。算了，几张照片也不能说明什么，照得这么模糊。他们完全可以说这是厂里的一项正常的生产作业，但是你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这个管道就是这几天拆除的，顺着这条线索，兴许能发现1、2个证人。你这么一说，我还真发现一个蹊跷的事儿。就在那天晚上以后，排污车间的车间主任秦厚土就住院了。哎，小马。喂，齐远，那个本来郭润不让我跟你说的，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前2天工作太忙了吧，然后他就发高烧，引发肺炎住院了。住院了？我现在回我家给他拿了一些洗漱的东西，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医院看他？那为什么给你打不给我打？你还不知道吗？你们兄弟俩都聚一块去了，怎么样，去不去？
好，那我现在收拾收拾，我就找你啊。好，那一会儿你家楼下见，拜拜。还是有着你呢。啊，是吧？对呀。出了不少汗，是，给他倒点水。啊，没水了，我去打一壶啊。姐啊，你怎么回事？这个人好像是码头村那个村民呢，就是不让我们采样、带头闹事的那个。是你来找他干什么？哎呀，有人跟我说，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江阴化工总厂的排污车间突然灯火通明，连夜开工，不知道里边在干什么。但是没过多久，里边就有人因工伤被抬了出来。这个人就是车间主任秦后土，受了什么伤？刚才我以律师的身份在护士那儿打听到，是重物砸伤脊椎，导致胸部以下瘫痪。其实你想啊，一般的化工厂都是管道林立，然后盘根交错。我想这个排污车间也是这样。假设在拆运的过程中间，有一节管道从高空落下来砸在他的身上，没把他砸死，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哎，那你也不能把这个事儿跟我说啊，因为我是这个案子的审判长，不能跟你单独讨论的。明白了，我现在就自己去问问他。我都跟你说了，没有的事儿。这是我正常工作，从梯子上摔下来。你说的什么排污管道，我从来没看见过。你说你都被他们害成这样了，你还替他们说话呢？没人害我。哎呀，气死我了！你说你不替自己考虑，你也得替你的家人考虑吧？你说他们没了你这个顶梁柱，他们怎么办？你放心，只要你说出实情，我一定帮你争取到赔偿。我就是为了他们才什么都不说的。你说你帮我争取赔偿，能赔偿多少？还得争取，争取不到呢。我告诉你，只要厂子在，不用争取，我们全家都不用筹钱。你说我选哪一个？好一点吗？行了行了，郭伦，你姐夫来了。
国伦，你替我问一下，他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你俩真是够了。你要不要吃橙子？我帮你剥。哎，我们家少爷啊，不能是剥橙子，从小就喜欢切8瓣吃，4瓣都不行。啊，来，给我。这是少爷的风格。不愧是自家人，了解那么清楚。郭伦，你姐夫说的是不是真的？我这习惯还是跟我姐学的。你放心吧，我会把你姐找到的，我会给你个交代。你也放心，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给你的光辉形象抹黑的。你们俩都放心，你们俩的话我都已经听到了，我记住了，我来作证。如果你们谁做不到，谁就请我吃饭，好吗？好。没了，我们走吧。爸爸，你看，宝贝儿，哪来的？说呀，哪来的？你是不是又到码头村那条臭水沟里去套龙虾了？跟你说过几百遍了，那条河有毒。你干嘛呀？孩子这么小，等什么呀？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等以后爸爸死了，谁来保护你呀？进来。陆律师，外面有人找你，他说他是江云化工厂的工人代表，代表秦后土要跟你讲话。秦后土。现在就码头村村民状告江云化工总厂和齐州市环保局一案，继续开庭。审判长，原告方请求传唤一名证人，证实那节管道确实连在江云化工总厂的排污车间内，而且也确实他们长期向这些管道排放不经处理的废水。批准，证人到庭。证人，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还有职业。我叫秦后土，是江云化工总厂排污车间的车间主任。原告代理人，你可以向证人发问。好的，审判长。1月13号，也就是9天前的晚上，你是不是接到厂长沈卫红的指示，将江云化工总厂排污车间内的一节管道拆除，并且铺上了快干水泥？是的。你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厂子里害怕有人知道我们偷排污水，所以要清除证据。那天晚上，8个工友和我一起拆除了管道，并且把管道的阀门封死。
然后在上面铺了30厘米厚的快干水泥。第2天又敲开了干了的水泥，证明那些管道只是个断头管道。这些其他工友都可以证明。你加入江云多久了？6年零1个月。根据工商部门的注册信息，江云化工总厂是2007年注册成立的，也就是说，你是在该厂成立4年之后进入该厂工作，是这样吧？是的。那你知道那些管道是什么时候安装的吗？我进厂子的时候，那些管道就已经在了。你知道那些管道是干什么的吗？知道，就是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直接排放到码头村的地下土层里。谁告诉你的？不用谁告诉我。厂子里的污水处理设施常年不运转，这还不明白吗？后来我当上了污水车间的主任，就更清楚了。要不然码头村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得病？只是大家都不说而已。也就是说，从你6年前进厂到2个月前，江云化工总厂一直在利用这些管道偷排废水。我听见回声来自上古